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，我是 Coach 天。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大，但我们能免费待着的地方越来越少了。我在北京长大，对这个城市很熟悉，但自从我有了孩子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：我的孩子不是那种非常安静的孩子，他喜欢跑，喜欢跳，喜欢找别的小朋友一起玩。每次带他出门，我都要想同一个问题：今天去哪里？公园可以去，但很多公园要买票。商场可以免费进，但商场不适合他，里面没有空间让他跑，也没有别的孩子可以认识。我有时候站在家门口，看着周围高楼林立，就是高楼越来越多，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：这么大的城市，带着孩子不花钱能去哪里？这不只是我的问题，老年人、年轻人在中国的大城市不花钱，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待着。今天我想聊聊这件事。中国这30年，城市越来越好，土地也越来越贵，每一块地都有了价格。把一块地变成商场，可以赚更多的钱，但是变成公园不会。所以城市在变好，多的是高楼商场。30年前，中国的城市有很多空地，没有用的地方，也不是公园，也不是广场，就在自己家的周围，邻居们可以坐在那里聊天，孩子们可以随便的玩，没人管，也没人收费，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后来这些地方被拆掉了，建成了新的商场和住宅小区，城市变得更现代，但那些免费的、随意的、看起来没有用的地方也跟着消失了。所以大家开始找自己的凑合办法。凑合就是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只能这样。去商场吹空调，去快餐店坐一个下午。你可能见过这种画面：商场里一个老人坐在椅子上休息，他不是来买东西，是想找个地方走一走，坐一坐。或者是麦当劳里，一个年轻人摆着电脑，前面放着一杯可乐，坐了整个下午。不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，而是因为这里更便宜。我觉得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，是这座城市没有给大家留下一个可以免费存在的地方。但是有一类人比其他人更需要这样的地方，他们是谁？我在节目里聊过北漂和沪漂，就是从外地来到北京、上海打拼的年轻人。很多人刚来的时候住在青旅，一间房住了好几个人，自己连桌子都没有。后来条件好一点了，租了自己的单间，房间里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基本上就满了。在这个城市，没有什么朋友，
也不太熟悉这里。周末不上班，他们想出去走走，但出门之后不知道去哪里。咖啡厅太贵，商场逛了2圈没什么意思，公园又太远，最后还是回家躺着刷手机。我原来身边就有这样的人，他们希望在大城市多赚一点钱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好，但是走到哪里都要花钱，在这座城市里也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。中文里有一个词叫归属感，归属感就是一种感觉，这里是我的地方，我在这里被接受，我可以在这里存在。一个免费待着的公共空间是归属感的一部分。我可以去那个公园坐坐，我认识那条街，我知道哪个角落有椅子可以坐。这些很小，但它们把你和这个城市连在一起。当这些地方消失，或者太少、太远，归属感也就会越来越少。有些人在一个城市住了好几年，却从来没有真正觉得这是他自己的城市。这个问题，我在欧洲却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在欧洲，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到处都有草地，有小公园。城市里的公园永远是免费的，可以看到年轻人跑步、运动、聊天，也能看到老年人坐在椅子上晒太阳，还有很多孩子可以玩的地方。有一天，我自己也这样坐了下来，在一个城市的广场上坐了很久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什么都没有买，就是坐在广场的台阶上，看着城市里的人们走来走去。你听起来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让我印象很深。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是因为我感到的是自己在那个城市里有一个位置。那个广场不属于任何人，所以它属于所有人。中国的城市里也有广场，但很多广场太大、太空，夏天没有树，也没有椅子，去了走一圈，拍张照，然后走了，不会有人在那里坐上一个下午。我在中国见过一些广场，正中间是一大片空的石板地，四周没有椅子，没有树，设计得很整齐，拍照很好看，但是没有人向那里停下来。有时候问题不一定是钱，是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广场做什么，给谁用？让人愿意待着其实不难，有椅子，有树荫，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就够了。城市不只是要好看，也是让人生活的地方。中国大城市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，但这几年我也看到了一些变化，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有了真正免费待着的公共空间，可以在外面坐坐、走走，什么都不用买。一些街道开始种树，增加了可以坐的椅子，
一些公园开始免费开放，一点一点在变。我希望有一天带女儿出门，不需要再想去哪里不用花钱这个问题。你住的城市有这样的地方吗？如果你想把今天的词真正记住，我在 Patreon 上为每一集准备了互动文字稿、生词卡片，还有2个全新的故事，让你再用一次这些词。前7天免费，链接就在介绍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